最近，中国又开始吹一个新的遥遥领先了。这回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杭州小公司 DeepSeek， 号称用500多万美元就训练出了一个能打败 OpenAI 的 AI 大模型。这消息一出，直接导致英伟达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，创下美股史上最大单日市值蒸发纪录。大家猜猜，这是真的牛，还是又一个汉芯？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 DeepSeek 是什么来头。这家公司注册在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169号汇金国际大厦西一幢1201室，注册资本才1000万人民币，却忽然声称只花了557万美元就训练出了一个能和 OpenAI 掰手腕的 AI 模型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？按照业内普遍估计， OpenAI 训练 GPT-4 至少花了100亿美元， Meta 的模型也要5-6亿美元。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公司，说自己只花了 OpenAI 的1/20就办到了同样的事，你们信吗？我反正是不信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家公司拒绝任何媒体采访。路媒21世纪经济报道说，这公司在爆红之际选择了深潜，死活不接受任何外界采访。有投资人透露说，找他们的人都快踏破门槛了，但约都约不上。这情况你们觉得正常吗？一个真正有实力的科技公司会这么害怕媒体探访吗？再说个更离谱的，他们的官方微信群公告上写着暂不对外进行项目合作，不提供私有化部署及相关支持服务，这不是典型的画饼手法吗？大家想想，如果你真有一个革命性的技术突破，会不愿意让别人检验使用吗？这不就跟当年的汉芯一个德行？但最让人觉得可疑的是，就在他们发布所谓突破性模型的那天，创始人梁文峰居然出现在了国务院闭门会议上，而且这个消息还上了央视新闻联播。这要巧的时间点，大家觉得是巧合吗？这不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宣传吗？先放出一个厉害了我的国的消息，然后紧跟着一个政治背书，最后再来个拒绝验证。这套路20年前汉芯用过，10年前高铁技术用过，如今又在 AI 领域重演。更奇葩的是，他们在论文里还特意说明，上述成本仅包括 DeepSeek V3 的正式训练，并不包括与架构、算法或数据方面的先前研究和实验相关的所有其他成本。这不就等于承认了这个557万美元的成本是在忽悠人吗？就像你说造了一栋楼只花了100万，但是土地费用、设计费用、人工费用都没算进去一样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这个557万美元的成本是针对 V3 模型的，不是他们声称能和 OpenAI 比肩的 R1 模型。关于 R1 的训练成本，他们却只字不提。这让人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 R1 的真实成本要高得多，所以干脆就不说了。你要说中国在 AI 领域完全没有进步，那也不对。但问题是，在一个连上网都要翻墙、ChatGPT 都用不了的国家，在一个所有人都要学同一个思想的环境下，怎么可能在 AI 这种需要海量数据和开放环境的领域实现真正的突破？要我说，这时啊，8成又是在玩一出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把戏。大家且看热闹，可千万别当真。说到这个 DeepSeek 的突破，咱们得好好聊聊他们宣称的技术细节。他们说自己用的是英伟达的 H800 芯片，每小时租金2美元，用了2048个 GPU， 跑了不到2个月就完事了。听起来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且让我给大家算算这里面有多少猫腻。首先，他们用的是所谓的混合专家模型，号称有 671B 的参数量，但实际运行的时候只用了 37B 的参数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打个比方，就像你说自己开了一家671个座位的餐厅，但实际上每次只开放37个座位给客人用。
这样说自己有671个座位，不就是在忽悠人吗？再说这个训练时间，他们说用2048个 H800 GPU 训练了不到2个月。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 H800 的供应有多紧张吗？连美国的大公司都在排队等着用，一个杭州的小公司怎么可能一下子搞到2048个 H800？ 而且还是在美国对华实施芯片禁令的情况下，这里面的水分大家自己品品就明白了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们这个模型突然一夜之间爬上了苹果美国应用商店的下载榜首。在国内上不了 App Store， 用不了 ChatGPT 的情况下，一个中国公司的 AI 应用怎么可能在美国应用商店异军突起？要知道，就连 Meta 的 Llama 模型在应用商店都排不到第一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有意思的是，就在登顶 App Store 的当天， DeepSeek 突然宣布因遭遇大规模恶意攻击而限制海外用户注册。这招数是不是很熟悉？当年汉芯被质疑的时候，不也是用各种借口拒绝检验吗？来看看市场是怎么看这事的。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高级分析师拉斯贡直接说了 ，DeepSeek 的训练成本数据具有很大的误导性。他说，这个所谓的混合专家模型，其实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把参数量做稀疏化处理，看起来很大，实际计算量很小。美国资本公司 Archman Capital 也说得很直白 ，Meta 和 OpenAI 花钱多是因为前沿探路，探路就意味着会有浪费，而后发追赶是站在别人肩膀上，当然可以避开很多浪费。这话说得多客气啊！直白点说，就是你们是在抄作业，当然省钱了。更有趣的是，中国媒体居然把这事吹成了 AI 界的珍珠港事件，说什么中国精英掀翻华尔街。我的天，这是不是太能一言了？就像当年吹嘘汉芯能打败英特尔一样，结果呢？最后发现是把人家的芯片磨掉标识，重新贴牌。要知道，在当今中国，一个17岁的服装系女生都能在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骗到全球第12名。连这种简单的数学竞赛都能造假，更何况是复杂的 AI 技术。在一个连科学家发论文都要引用同一个思想的国家，还能指望出什么真正的技术创新吗？我敢打赌，这个 DeepSeek 的所谓突破，最后80%会重蹈汉芯的覆辙。毕竟在中国，企业要么成为国家队，要么就只能是陪跑的。所以我劝各位，看到中国又在 AI 领域遥遥领先的新闻，还是悠着点，别太当真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中国真有这么厉害的 AI 技术，为什么还要封禁 ChatGPT？ 为什么连个像样的搜索引擎都做不出来？这不是很讽刺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出 DeepSeek 闹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？说白了，这就是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又一次大跃进式表演。让我从3个角度来总结一下这件事情的荒谬性。第一，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弯道超车骗局。大家算算，近些年中国号称打败美国的案例有多少？2021年说能打败特斯拉的蔚来，现在股价从最高点跌去了 80%。2022年说要超越波音的 C919， 到现在订单基本都是国内3大航空公司的政治任务。2023年吹上天的华为问界，结果连个像样的自动驾驶都做不出来，还把停车打转吹成了技术突破。现在又来了个 DeepSeek， 宣称用500万美元就能打败 OpenAI， 这不是闹笑话吗？第二，这暴露出中国在核心科技上的尴尬。且不说那个557万美元的训练成本是否可信，光说他们用的技术路线，哪一样不是站在国外巨人的肩膀上？Transformer 架构是谷歌的 ，GPU 是英伟达的，连他们用的混合专家模型 MO 都是谷歌在2017年就提出来的技术。你说
你在这些基础上做了优化，那是好事，但吹成超越美国，是不是有点太能一言了？再说个更现实的问题，现在中国的程序员都在干什么？是在研究前沿算法吗？不是，是在研究怎么把自己的代码改得符合内容审查要求。你说一个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的环境，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？第三，也是最讽刺的，这个 DeepSeek 事件恰恰反映出中国 AI 发展的致命伤——数据和审查问题。众所周知，训练一个好的 AI 模型需要海量的优质数据，但在中国，互联网是割裂的，大量的优质内容都被墙在外面，连 ChatGPT 这种基础工具都用不了，还怎么研究 AI？ 这就好比你说要超越 NBA， 但连篮球场都进不去，这可能吗？而更可笑的是什么呢？就在 DeepSeek 宣称技术突破的同时，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 AI 的管控。前不久刚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，要求所有 AI 模型必须事前报备，生成的内容必须符合主旋律。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吗？说到底，中国现在的 AI 发展就像是在玩蹭热度游戏。OpenAI 一出新模型，国内立马就有公司说自己也能做到。谷歌发布了新论文，马上就有人说已经复现了效果。但问题是，你有人家的数据环境吗？你有人家的研究自由度吗？你有人家的技术积累吗？那些整天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，是不是该醒醒了？在科技创新这条路上，不是靠喊口号、跟风炒作就能赢的。没有开放的环境，没有自由的思想，没有真正的创新土壤，就算你把模型参数喊到1万亿，也只不过是另一个汉芯罢了。最后说一句，这些年但凡是中国官媒大肆宣传的技术突破，最后哪个不是翻车了？我看啊，这个 DeepSeek 迟早也会步汉芯的后尘。毕竟，在一个连谷歌学术都要翻墙的国家，还指望能诞生什么真正的技术创新？这不是痴人说梦吗？